盘点漫威那些难以发现的细节。细节一，在钢铁侠2中，当托尼为小辣椒庆祝职位晋升时，他叫了许多嘉宾来参加，其中就包括埃隆·马斯克，而且汉默工厂的取景地正是马斯克的 SpaceX， 他们背后的大金属实际上是猎鹰9号火箭，这里的工人也是 SpaceX 的真正员工。细节二，在美队1中，当上校扔出一个假手榴弹来测试士兵们的能力时，美队看到后毫不犹豫地趴在了手榴弹上。当然，这都是大家知道的，但现在请注意，实际上卡特也想跳过去，不过却被史蒂夫抢先了。这个举动也为两个角色之间建立了联系。简单点说，就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总是准备牺牲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卡特在其他宇宙能做美队的原因。细节三，在复联2中，当三巨头正在交谈如何处置心灵宝石时，现在注意看，索尔的辫子上加了一缕洛基的头发。因为复联2发生在雷神2之后，所以雷神当时以为洛基是真的牺牲了。从这也能看出，虽然洛基从小到大都用恶作剧捉弄索尔，还经常给阿斯加德添乱，但索尔还是一直爱着洛基这个弟弟。同样在雷神4中，索尔在背上纹上了纪念洛基的字样。细节4，在复联4的大集结时，美队手拿雷神之锤，这时的钢铁侠一直在盯着美队这边看，他或许在想自己是不是起猛了，竟然看到美队在拿雷神之锤。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，是因为当美队第一次拿起雷神之锤暴打灭霸时，托尼已经被灭霸打昏了过去，所以没能看到这一幕。细节5，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，当蜘蛛侠试图拯救被困在电梯里的朋友时，人工智能凯伦说电梯将在125秒后倒塌。You now have 125 seconds until catastrophic failure. What? Why? Unexpected motion has caused the deterioration to escalate. 令人惊讶的是，电梯的实时倒塌时间正好是在电影播放了125秒后。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钢铁侠1，当时寇森告诉托尼还有90秒的时间准备上台，在之后托尼登台演讲时，电影刚好过了90秒，分秒不差。细节6，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，当小蜘蛛来到校长办公室时，现在请注意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柜子上放着一张2战时期的士兵照片。如果把照片放大，那么你就会发现，这实际上是美队1中的那位咆哮突击队成员。从这也能说明，要么就是美队当年队友的后代成了蜘蛛侠的校长，要么就是这名队友获得了很高的荣誉。所以说，千万别小瞧漫威中的小人物。细节7，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，当彼得举起储物柜来取他的蛛网液体时，现在请注意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块墙与其他的墙不同，该部分充满划痕，这也表明彼得经常在这里藏东西。细节8，在蜘蛛侠英雄远征中，布拉德在一个尴尬的位置看到了彼得，实际上这个女特工只是来送隐形服的，但布拉德不管那么多，立马拍了一张照片准备给 MJ 看，从而让两人之间产生隔阂。但在伊迪丝的帮助下，彼得从布拉德手机中删除了照片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当老师告诉学生要去看歌剧时，可以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对该决定感到失望，然而布拉德却在一旁不停地滚动手机，他还在努力找出那张照片的去向，甚至给了彼得一个邪恶的眼神。我敢肯定，大家当时都没有注意到他，因为场景主要集中在老师和彼得身上。细节9，在电影《惊奇队长》中，尼克·弗瑞在拿出自己的神盾局证件时，你可以看到他的生日是1950年7月4日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美队1。电影开始不久，瘦弱的史蒂夫·罗杰斯报名参军，然后我们可以在他的资料中看到美队的出生日期为1918年7月4日。通过这两处可以发现，美队与尼克·弗瑞竟是同一天生日。